大家好，去年底我做了一件有趣的事，就是把自己的设计做成衣服来卖，也就是这一件。那今天这支影片就想跟大家分享这次的经验。先说明一下这个设计是什么。如果你的中文比较好，应该会先看到台湾，虽然是简体字，但是台湾人还是会一眼就看出来，而且不一定会注意到是简体字。我猜可能是因为日文的汉字也是一样的写法，所以不是只有简体字才这样写。那如果你的波兰语比较好，你应该会先看到 Polska， 也就是波兰语的波兰。虽然 Polska 是斜的，不像台湾是正的，但是因为台湾的写法比较抽象，而且这个水部是古代的字形，不是现代的三点水，所以非母语者比较难一眼就看出来。总之，这个设计从中文来看就是台湾跟一座山，那从波兰语的角度来看就是 Polska 跟水。那这个水可以解释成一条河，比方说 Wisła， 波兰最长的河维斯瓦河。那这个设计呢，是1年多前就已经画好的了。那时候我很喜欢一个设计师的翻转字作品，像是这个，正看是招财进宝，但是反过来是追求自由民主，非常酷。于是我就想，能不能自己画一个什么？那因为我是跟波兰比较有关系的台湾老师，所以我就用波兰和台湾试画看看，结果蛮快的就画出这个设计了。我还记得画出来的那个时候想说，我现在是画出来了吗？连自己都很惊讶。设计出来之后，本来我是请了会画画的好朋友在替我美化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在这里看一下他的作品，非常有台湾味。不过后来我还是用了自己的比较阳春的图，现在回头看起来是一件好事，因为设计阳春，颜色简单，那印在各种底色的衣服上就都很适合。设计出来以后，隔了1年我才决定做成衣服，想说是给自己在波兰最后1年的一个纪念，就是这件。结果我收到以后爱不释手，觉得天哪，也太好看了吧！这么好的东西只有我一个人看到，实在太可惜了。这个时候我才有把它做成商品来卖的想法，但最后让我去做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一件电脑刺绣的大学 T， 可是电脑刺绣只做一件的话非常不划算，要多才能压低成本才会便宜，所以我才决定要卖，因为这样我自己才能有一件。我的计划是先找厂商订几件衣服拍照，再放到网络上让有兴趣的人订，这样我就不会有库存的问题，就不会有衣服卖不出去的问题。我也觉得这衣服很适合当圣诞礼物，如果我10月就开始准备，大家应该可以在圣诞节以前收到。所以回到波兰后，我就开始找厂商，但很多公司就是爱回不回，或者是没有很清楚的回答我的问题。那其中呢，只有一家公司，他们一定会在24小时内回信，所以我就选择跟他们合作，因为至少问问题会回信嘛。但没想到这就是噩梦的开始，因为有太多点可以批评了，而且会有太多跟印刷有关系的词，所以这里我就不一一的说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对方不会在第一时间就提醒我应该要注意的事情，而且他们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要注意的事情，我在台湾订衣服的时候没有听说过，我后来问台湾的厂商，他们也没有听说过会有这样的问题，所以真的不是我自己可以事先想到的。也因为这样，虽然他会在24小时内回信，听起来很快，但是因为他会在我做了某个决定以后才说，这样不行哦，因为会有怎么样的问题，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说呢？所以一件小事往往要搞好几天才能确定或是处理完。每个星期我都觉得应该讨论完了吧，应该可以下单了吧，但是没有。
最后花了我2个多月才下单。那中间我保持耐心1个月后，终于受不了了，跟他说已经拖太久了，我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希望他可以做事有效率一点。但是呢，他认为是我的问题，他说是小姐你一直改来改去，我总是很快的回信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可见他完全不觉得事先提醒客人是他的责任，但是因为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沟通，我很怕换了厂商又要全部重新再来一次，所以还是没换厂商。加上因为我还是很希望可以让人买来当圣诞礼物，光是想象有人圣诞节收到这个礼物很喜欢，我就觉得很开心，虽然我也不会看到。那为了达成这个目标，我只好冒险改变计划，订比较多衣服，这样我收到衣服以后就可以直接开始卖。但当然风险就是我很有可能会有卖不出去的衣服。结果下单以后还是有别的问题，出货的时间一直延后，这个时候我才终于开始找别的厂商来做。真的早就应该找别的厂商，那个时候我想说波兰不像台湾那么有效率，也是蛮合理的。但是我现在要说，这不是波兰的问题，完全就是那一家公司自己的问题，波兰是无辜的。后来我找到的第2家厂商，他们就是做事又快又好，真的幸好后来我找到他们。找第2家的时候呢，我是在脸书上的印刷社团写出自己的需求，那就有一些公司跟我联络。每一家公司呢，我都问了一样的2个问题，并且请他们寄衣服的目录给我。但是只有一家公司很清楚完整的回答了我的问题，而且他们还补充了我其实想问但是还没有问的资讯。所以我看到回答的时候就觉得天哪，真的是太棒了。你可以感觉到你跟这个人的逻辑是很像的，是很合得来的。那之后联络果然也都非常顺利，沟通起来很有效率，合作的非常愉快。我夏天在台湾订衣服的时候，是跟厂商联络后2个工作天内就下单。那跟这间有效率的波兰厂商呢，也是2天内就下单，不像第1家是搞了2个多月。只是我刚刚说了，我是已经跟第1家订了衣服后才开始找第2家，也就是说我订了2倍的衣服，有2倍的衣服要卖，库存的压力更大了。开始卖的时候，有个刚认识的朋友开玩笑说你是黑心商人吗？意思是他觉得价钱太高了。我就说那是精神损失的成本，本来我也没打算定这个价钱，但是如果把跟第1家厂商天天写信的那2个月的时间成本加进来的话，这个价钱可能还算赔钱。而且我后来被他们害得有库存的压力，成本就更高了，所以卖的价钱当然没有办法太低。那大家猜猜最后我先收到哪一家公司的衣服呢？当然是第2家公司。第1家公司呢，不但晚了2个星期，而且寄来的时候还少寄了1/3的衣服。我发现的时候真的傻眼，本来以为都已经到最后一步了，很难再有问题了吧，没想到他们一直都能超出我的想象。而且更荒谬的是，他们少寄了1/3的衣服，但是倒是没有忘记放上公司的目录哦。我当下真的觉得太荒谬，气到拿着那本厚厚的目录，一个人在房间里喊说，你们觉得这样我有可能再跟你们订东西吗？现在因为事情过去了，看起来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，所以我可以笑着抱怨。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每天都觉得很烦，被迫学了一些谈印刷的波兰语，每天看信回信，好像有写不完的波兰语作业一样，抱怨了很多。接下来要说说卖衣服的过程。我在跟台湾人、波兰人有关系的脸书社团发文之后呢，有很多人按赞，看起来大受欢迎，但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，订的人没有按赞的人多。虽然很多人按赞还是很大的肯定，但是没什么订单，让我有点失望，觉得是不是我自我感觉太良好。那后来陆陆续续有人订了，
只是他们要的尺寸或颜色有很多是我的库存没有的，就要另外订，所以到现在我的库存还不少，但暂时我就想先放着算了，也没有很积极的在卖。不过托这些衣服的福，我才有机会认识其他在波兰的台湾人，也有波兰人买，但大部分还是台湾人。来信的人呢都非常的有礼貌，有的人就很大方的称赞我的设计，也有人很热情的替我推销。当中有些人是我知道，但是在生活中没有机会认识的，那因为这些衣服的关系就牵起了线，有机会跟这些人聊聊天。可以说这些衣服替我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。有些人收到衣服后特地传讯息跟我说，收到了，很喜欢。也有人穿了拍照跟我分享，还有人拍小孩穿大学 T 的照片，非常的可爱也有人说他在圣诞节的时候穿了大受好评，所以他又在家订。这些讯息呢都让我觉得更有力量。为什么说是力量呢？是因为其实我很不习惯当商人这件事，虽然我明明是商学院毕业的，但是谈起赚钱却会有种罪恶感。当然我的脑子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，毕竟我不偷不抢，而且我是真的很喜欢我自己的设计啊。如果是别人买，我一定是大力支持，或者是至少会抱着肯定的态度，但自己要做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罪恶感。这也是我逼着自己做这件事的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想要改正这种偏差的想法，要改正这种不敢主动表现自己、推荐自己、宣传自己的想法。总之这次从设计到订衣服到卖衣服，让我有不少收获，学到很多东西。我后来还做了一个谢谢立陶宛的设计，就是这个就是很努力想才想出来的，不像第一个几乎是个意外。设计这个的时候是刚做完20几个小时的飞机从台湾回到波兰，还要从华沙坐车回到波兹南，在车上没事做就开始想这个设计。中文是感念，意思是谢谢对方，而且会把这件事记在心里。立陶宛文是 Ačiū Lietuva， 也就是谢谢立陶宛，要横着看，感是 Ačiū， 这样子 Ačiū， 然后念跟这个粉红色的心是 Lietuva， 那配色就是黄绿红3个颜色，就是立陶宛国旗的配色。这个我目前只做成贴纸和刺绣，自费送了一些贴纸给驻立陶宛的台湾办事处。那为什么设计这个呢？是希望有一天如果台湾人要去立陶宛来个感恩之旅的时候，可以把这个贴在身上或是别在身上，表达我们的谢意。不过现在因为还有疫情，所以这个想法可能还要好一阵子才能实现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经验分享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也欢迎买我设计的衣服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